賴清德在川普講完話之後，還在堅持他的台獨說，極力想要回避。他們一直說，可是 Rubio 說什麼啊？但問題是他們不是美國總統啊，你無法類比嘛。他認為台灣有人在搞台獨，可能就會有軍事上的衝突，甚至是戰爭。後續的140億的美金軍購沒有賣給台灣，請去找賴清德負責。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賴清德2週年談話全文，總統直選30年，勇敢追求未來。2年前今天，我在總統府宣誓，向全體國人承諾，我必遵守憲法。開口就說謊啊，盡忠職務，又開口又說謊啊，增進人民福利，怎麼每句都說謊？保衛國家，不負國民所托。2年來誓言，沒有一天離開我心中啊，這份責任沒有一刻因挑戰艱難而所逃避。今年用1996年上千萬台灣人無懼中國的飛彈威脅。第二段開始啊，就來一個中國，還是講兩岸兩國論。只要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中華民國護照，或你有中華民國的戶籍，你就應該對中華民國的憲法有基本的理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兩岸人民，中華民國大陸地區與自由地區人民關係依專法規定之。前言因應國家統一之前，不管你喜不喜歡吶，這就叫白紙黑字啊。總統不是要遵守憲法嗎？說要遵守憲法啊，開口就說謊。那你哪裡遵守憲法？難道憲法增修條文不是憲法嗎？憲法增修條文講白了，它對台灣今天憲政的功能，甚至比憲法本文還要重要。憲法增修條文什麼時候修的？民國94年6月10號，31年前修訂之後，李登輝是按照這部憲法增修條文來做這個總統，來當選這個總統，所謂的全民普選。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及第174條第1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之，自中華民国85年第9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紅列一圈組，以得票之一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權利，以法律規定，寫得清清楚。第1條，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1款，就是在明白打臉賴清德開口。再來第11條正式的全文，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權利義務關係與其他事務之處理，而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此乃特別法。所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特別規定之，其為憲法之補充條款，位階遠高於一般法的國籍法。為什麼國籍法不適用於兩岸人民關係？為什麼國籍法不能拿來處理大陸地區人民是否有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依據現行憲法，我政府是不承認大陸政府的治權，但我們依據9·2共識的善意，所以是不否認其治權。所以在此基礎上，當大陸地區人民來到台灣要辦理國民身份證的時候，他不是放棄國籍，而是做戶籍移動，就這麼簡單。一個總統開口就在說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裡面它叫大陸地區，因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國叫大陸地區，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治權。其實講白了，就是中華民國治權無法觸及之處。中華民國治權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治權是互斥的。台澎金馬為中華民國治權，事實上依照憲法叫自由地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當時在修的時候啊，自由地區寫成台灣地區，當時台獨的一點小心思啊，而變成說今天為什麼我們會講台灣地區？那當然這也算是一個部分妥協。台灣地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章第2條，台灣地區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所以其實憲法裡面講的自由地區，到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被修成台灣地區。我是認為說我們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因為它不用觸及修憲，在野黨應該把它修回自由地區，這樣子才合理。以及自由地區台澎金馬應稱自由地區，或略稱台澎金馬地區，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否則的話，就會被民進黨一直拿來控制啊。所以認為國民黨還有很多要加油的地方啊。
這30年，台灣人民用一張張選票寫下自己的民主史，社會用一次次和平政權轉移，證明民主成熟而不可逆。縱使挑戰再大，台灣依然堅定自信、尊嚴的走自己的路，邁向世界，勇敢追求未來。當問題被你民進黨全毀，你不斷的挑釁對岸的結果就是，當對岸有一天長大到連美國都必須尊敬3分的時候，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好笑的狀況。川普稱習近平是 tremendous leader， 偉大的一個領袖，在哪裡接受福斯新聞專訪？在北京接受福斯新聞專訪，就已經講 tremendous leader， 是非常可笑，非常可笑。而且呢，講出 G2 之說，這就是民進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求仁得仁，這不就你要的結果嗎？你要這個結果啊，就是你自己造成啊，你要拖台灣老百姓全部去死，這是非常可笑的一個事情。又講到啊，快速变得威權擴張、戰爭衝突，請問今天創造威權擴張、創造戰爭衝突的是誰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們簡稱大陸政府。請問大陸政府或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有去侵占中國大陸之外的任何一塊土地嗎？有去侵略中國大陸以外的任何國家嗎？有對台灣的土地跟老百姓開一槍一彈嗎？請問過去他執政，誰在全世界上挑起戰爭、屠殺平民、驅趕百姓、殺害婦女兒童？誰在破壞基礎設施、攻擊橋梁、醫院、道路、學校？是誰？所以誰是威權擴張？誰是戰爭衝突？這就是我們偉大的賴清德總統對這個世界的理解。他對這世界的理解跟對全世界的理解顯然不太一樣。當中美兩國在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時候，請問誰在創造區域不穩？請問誰在創造區域衝突？然後他提到說啊，過去2年台灣每一步都不容易，世界局勢快速變動，那你也都知道啊，在變動啊。結果他說美國不變，講得很硬哦。同時啊，國內啊，好也因國家方向不同啊，直接明白的點出認同差異的問題。國外出現前所未有的僵局，不是啊，這不是你在搞嗎？啊，大罷免是怎樣？大失智是不是？哦，致使國家的人事預算法案都無法順利推行，搞毛啊？這不就是你大罷免造成的惡果嗎？大罷免把一整年都在吵罷免的事情，那他就說啊，台灣面對的不只是單一挑戰，因為他把在野黨視為敵對勢力，所以才不是單一挑戰，不合適敵人。台灣因此沒有退縮，台灣正在前進。我看都被你搞得都在倒退了。過去2年堅持3件事啊，守護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哎，這個又來了。基本上他就是把自由民主掛嘴邊，拿來綁架台灣人。啊，30年前修憲的時候，大哥啊，你也是國大代表啊，你也參與修憲吶。你知道賴清德同屆國大代表還有誰嗎？還有鄭麗文吶，笑不笑話？同屆的國大代表。修憲那一會，民進黨是支持李登輝，也就是當時的國民黨版本。啊，你自己親自修的憲，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都不會啊，不然幹嘛有陸委會啊？砍掉就算了嘛。我深知呢，民主社會啊一定有不同意見，但是呢，不能由境外勢力決定。那我問一個問題哦，一直在嗆境外勢力是什麼？啊，不就是大陸？他的境外勢力就是境外敵對勢力。你每天嗆人家敵對勢力，還用國安法？當然他說啊，我深知民主社會一定有不同的意見，朝委也一定有競爭，但政黨可以競爭，國家不能分裂，立場可以不同，守護台灣不能有所不同。這句話，我們的漢學家的解讀是對內競爭，對外團結。其實就他們講的啊，什麼叫團結？對外團結在賴清德之下，對內不能競爭民進黨。中華民國僑委會，他去補助在美國團體，他們去辦活動，他們的宣傳海報上放的是台獨旗，然後沒有中華民國國旗。那他們就想解釋說，那個旗幟，他說不是台獨旗啦，是他們台美同鄉會的旗幟啊。這個團體就是一個台獨團體，他們就是在扶植這個台獨團體，所以呢，補助了30萬我們的納稅，雖然不多，但是以僑委會的預算規模來講，其實是多的哦。這種情況之下，其實你就是用僑委會、用中華民國人納稅錢扶持在美國的台獨勢力嘛。結果呢，如果你一邊好，你說你那是你的會旗，你另外你也放中華民國國旗，我覺得我可以接受。但是沒有，基本上他們就是不要看到中華民國國旗，為什麼還要補助呢？難怪川普會講說有一些人在搞台獨，就基本上僑委會就抓到啦。你用中華民國納稅人的錢30萬去補助一個在美國有台獨色彩的僑團，然後呢，他們的海報上面甚至說只要不要放5星旗都 OK。他說只有放5星旗，我會跟他說你不能放，剩下你要放什麼都可以，台獨也可以。他說台獨是嚴
言論自由。那可是你放了5星旗，那你就可能就違反什麼？中道也沒有規定不能舉任何5星旗或大陸相關的旗幟啊。川普他講到就是說，台灣有一群人在搞台獨，這是我們所有人都知道的一個事實。那現在因為被川普總統講出來，所以他們就極力想要回避。他們一直說，哎呀，可是 Rubio 說什麼啊？可是還有誰誰誰說什麼啊？但問題是他們不是美國總統啊。今天林佳龍講的話會比賴清德講的話他有代表性嗎？你無法類比嘛。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告訴我們，就說林佳龍說了什麼，所以先不要聽賴清德講的，有可能嗎？美國總統他是多麼大的一個職位，他公開接受至少已經有2次的專訪，再加1次空軍1號上的說法，都明確的表達了反對台獨的立場。你不要講反對台獨，他最起碼他絕對不支持台獨，而且他的論述是這樣，因為他不支持台獨，所以呢，他認為台灣有人在搞台獨，所以可能就會有軍事上的衝突，甚至是戰爭。他們想要戰爭，所以我們可能就軍售不賣了，140億美金。所以如果後續的140億的美金軍購沒有賣給台灣，請去找賴清德負責，因為就是賴清德在川普講完話之後，還在堅持他的台獨說。民進黨裡面的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跟正常國家決議文三位一體，還是就是走整個台獨的概念。或許過去美國跟中國他們的關係一直在角力的狀態，你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然後行台獨的這種去中化、去中華民國化，把中華民國說成中華民國台灣啊，我們根本沒有這個國家，我們的國家就叫中華民國。到了今天，我們還要這麼做嗎？你傳遞給國際社會的訊息，在美中已經有了一個戰略性、建設性互動之後，我們還要繼續這麼做嗎？所以過去或許我不提，或許我們過去是在美中的這個角力之下，可能你們要這麼做，好像大家拿你沒辦法。可是你現在已經是在傳遞一個危險訊號給國際社會，那我們當然就要出來制止啊，盡一切所能要去除中華民國的团體。所以他們的旗幟也是所謂的台獨旗，就長這樣子，用黑熊戴着美國的帽子，然後袋子上面貼的是台獨旗，有僑社要用台獨旗當他們的會旗，然後這件事情就可以被僑委會所允許。就是他就後面講說我扭曲川普的發言，那我就問說，那我哪裡扭曲川普的發言了呢？後來他就說，因為川普說 somebody 想要去這個搞台獨，他說不見得是有個人，我可以接受啊，或許是有些人，但是就是有人嘛，那有人是哪些人？这個就是我們今天大家要討論的事情嘛。那結果他說那是習近平告訴他的，那請問一下，你的意思是川普總統是習近平的發言人嗎？這個是更嚴重哎。對啊，我說哇，你們現在認為說川普講的話是習近平叫他講，那他也講啦，習近平當然會跟川普說他的想法是什麼嘛。是。那我們台灣也有跟川普說我們的想法是什麼啊？那川普最後他選擇講出來，他評估綜合之後，他認為台灣有人要搞台獨，他不支持搞台獨，因為搞台獨會有戰爭，6000英里以外的戰爭他不想參與。那所以甚至因為這樣子的話，他也要考慮一下軍購他們要賣還是不賣，這是他的整體脈絡嘛，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扭曲的哦。如果你說那是習近平跟他講的，那你要問的是，那川普有沒有接受他的說法嘛？如果接受他的說法，那就是川普講的啊。那除非你認為川普是被習近平控制了，美國被中國控制了，所以習近平叫他講什麼，按照習近平的劇本說。你的意思是這樣嗎？就是台灣真的有一群人，他們平常是用着中華民國的殼子，然後把它說成是中華民國台灣，實際上他們就是在搞台獨。然後你每一次問他們都沒有人承認，都說這就是現狀，我們在維持現狀，消滅中華民國怎麼會是維持現狀呢？提名沈伯洋，這個被老共列為頑固台獨分子、通緝要犯，覺不覺得賴清德就是利用沈伯洋來對北京宣示我就是要台獨？當然啦，因為他本來是想要把2026年也打成一場抗中保台的選舉，因為賴清德還是覺得呢，抗中保台是他的神主牌，他沒有想到美中之間的關係會和緩，他們總是想着就是如果台灣有能力去挑撥美中之間的關係，讓呢美中之間的角力然後越來越棘手，那休息體的陷阱嘛。所以台灣就會變成是一個可能發生戰爭，而中美之間都必須要透過台灣去鬥爭。它雖然也是棋子，但是是一個比較重要、有角色跟地位的棋子。而這樣的方式的呈現，對中華民國當然不利，但對他的台獨大業，還有對他的選戰有利。他想要這麼做，所以呢，他提沈伯洋，而且他認為沈伯洋經過大罷免，所以他擁有大罷免基本盤，投同意罷免的青鳥，至少這60萬用盡一切幫他輔選。可是他覺得至少這個保本
好，不會崩盤。那再來就是呢，你看他整個軍購的過程當中，然後呢提這些國防的預算等等的，他的態度是什麼？因為我是在國防外交委員會，我一直覺得其實國防部是最不想要條例，不管哪一個版本條例通過的，就是國防部，因為他們跟我們的對話可以說是非常的消極。以前呢，無論是哪一個政府，在台美軍售的過程當中，國防部都會想盡一切辦法來跟各個立法委員溝通，說明說為什麼我們有這個需要。馬政府時代也一樣，可是這一次特別奇怪，國防部的官員上上下下都是用非常消極的態度，可能就開個2場秘密會議就結束了，他們也沒有一個一個來講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需要買這些東西，沒有。所以我認為他們希望貼一個黨軍購的標籤在國民黨的身上，然後在很多的地方，包含像是可能在台北市沈伯洋，他就可以每天講黨軍購，講完要不要出來講一下，誰要不要出來講一下，他就要講這個。可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第一個國民黨在上上下下大家同心之下，不管什麼版本，但條例過了，所以今天140億的美金的軍購，川普不簽，那是你台美關係的問題，那是你執政黨，是你民進黨的問題，跟國民党、跟民眾黨、跟在野黨沒有關係，因為條例在那裡。可是你沒有發價書啊，你沒有發價書的話，你就是没有要賣我們啊，你沒有要賣我們，你不符合條例，我們當然就不會付錢，不可能去買嘛。所以條例通過了，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們本來基本上是希望，只要你條例不要過，然後呢，在川習會之後，如果川普他說不賣，所有人就會講說，都是因為國民黨跟民眾黨，所以呢，他們才不賣的，你們就是跟中共一唱一和，好在那邊演。但結果沒有想到他們的計謀失敗了，因為在野黨很團結，然後呢條例過了，但是我們有發價書作為一個門檻在那裡，不讓你從裡面上下其手。然後呢，川習會後確實美中關係緩和。那川普明確的表達跟過去不一樣的立場，包含6項保證沒有了，包含他對於台獨的反感程度大幅的提高，而且多次公開受訪，包含140億的軍購，他要不要簽，他要看你是不是有人要搞台獨啊。川普已經這麼說了之後，他上了 BBC 新聞標題寫說，在川普做完這樣的發言之後，賴清德總統竟然還堅持台獨，就是在推動嘛。所以我要再一次強調，民進黨應該要好好的思考刪除台獨黨綱。雖然民進黨是黨，它不是行政權，可是因為執政的是民進黨，所以你可能說一套做一套啊。你可能像他們講中華民國，可是其實實際上你的黨綱告訴你的事情是3位一體的往台灣獨立建國、正名制憲的方向走嘛。而這個方向是現在不管是中美都共同的大國否定的路線嘛。那你民进黨是不是應該要調整了呢？所以我覺得他本來是民進黨想要國防部設一個陷阱，想讓在野黨去跳進去之後，中美關係和緩之後，再把這個軍購的問題推到在野黨頭上，講說，就是因為你們的關係啦，所以說人家才不賣了。其實根本不是，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因為美中他因為伊朗的關係，他因為烏俄的關係，他認為他們不能再繼續消耗下去了，所以需要建立強勁的夥伴關係。台灣置身事外，台灣沒有能力去跟美國去做交流、去做談判，甚至不敢說重話。他需要利用中華民國殼子的時候，他利用得很開心。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歷史實質上面的內容、文化一個都不。台獨的定義從來不是你賴清德說什麼，是川普跟習近平認定，這道理是這樣。他不是前幾天開一個記者會，跟我們分享說什麼是台獨，可是你講了老半天，台獨還是叫做台灣 Independence， 所以這些新聞傳回去，他為什麼要看你解釋什麼呢？所以我就覺得很荒唐啦。我覺得民進黨還是考慮一下，去把你的台獨黨綱把它修一修吧。1章就是台獨黨，然後沈伯洋睜眼說瞎話，有夠沒出息。然後他那天辯解的時候，他第一時間是說台獨前途決議文，還講錯2次，所以他的內心就是認為那就是台獨，然後他被郭正亮教訓，他不敢。為什麼？因為台灣前途決議文是郭正亮寫，當年起草就是他起。而且其實，在吳子嘉應該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有曾經在他們的全代會上要提案凍結台獨黨綱，對，但是案子就被放到旁邊去，所以沒有什麼像憲法一樣是後面覆蓋前面的啦。而且如果後面要覆蓋前面的話，2007年叫正常國家決議文，那是在講正名制憲的事情，是那更嚴重。你不要就是從裡面3個裡面隨便挑一個出來講，那3位一體是要一起看。而且台灣前途決議文裡面，它是要建立台灣共和國，它是明令的要，反正呢，它怎麼躲都躲不掉了。而且再說1萬步啦，雖然我們都希望2300萬人來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但從川普做事情的方法，9200萬的伊朗人難道可以決定他不戰爭嗎？那就挨打啦。那9200萬人是台灣的幾倍人口啊，4倍起跳啊，不是還被打？就是在強權之下，尤其川普，全世界只剩一組雙邊關係。對美國人來講，中美是雙邊關係，其他都是單邊關係，老子說了算。啊，這個雙邊關係呢，民進黨要拿140億的軍購跟美國來跟北京博弈，
我問朱榮泰了，我問他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我說如果今天川普他用140億美金跟你交換的是台積電的先進晶片製程要到美國去的話，你同意嗎？到川普現在今天還在罵我們的晶片小偷，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希望說我跟中國大陸這邊交易嘛，那就可能是波音飛機啊、大豆等等的，那台灣這邊要交易是对川普來說，我們除了就我很遺憾這樣講，我們當然不是，但對川普來說，台灣除了晶片以外一無是處。朱榮泰他竟然說他沒有辦法留住，他這麼說的那所以我認為這個信號是非常非常危險的。所以你要出賣台灣嗎？所以為什麼國民黨有一個優先法案現在還沒有提出來，是關於晶片保護的，就是要把先進製程的晶片必須要保留在台灣，而且很多國家其實都有類似相關的這個法律。其實我們剛提出來說有這樣子的一個優先法案的時候，民進黨就有人開始攻擊了，保留台灣晶片的先進製程必須留在台灣，這是對台灣好的事情吧？那為什麼民進黨或是青鳥側翼他們要不同意呢？很奇怪，對不對？我覺得不能讓晶片變成交換的籌碼。國民黨提出的其中一個優先法案，這個之後會推，那就是其來有自。我強力建議黨团在討論的版本的時候，你參考美歐法，然後說這就是美國跟歐洲都這樣，然後用這種方式來打他們，他們只要反對，你們是反對美國歐洲的做法，對，因為你就要拿民進黨的省來打臉他們這群奴才。沒錯，我完全同意，因為美國跟歐洲他們都有對於這些產業積極的保護，因為這也是應該要做的事情。